电从发电厂到我们的手机里，这个传送的过程，它传送的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似习以为常的用电自由，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关于科学突破、商业博弈和时代变革的故事。这一切都要从一场电压与频率的标准之战说起。话说在20世纪，英国当时的电力供应非常的分散，缺乏统一的标准。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1920年的时候，仅仅在伦敦就有超过50种不同的供电系统，使用了24种不同的电压和10种不同的频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搬家，甚至就是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区域搬家，家里的电器可能就直接废了，用不了，你只能重新买新的。这种分散低效、非常不可靠的供电方式，给经济和我们日常的运营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仅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也让所有普通人用电变成非常不方便。当时的人们意识到，碎片化的系统带来这么多的限制，英国政府就坐不住了，这样不行，所以他们在1925年委托了一个实业家叫威尔勋爵，专门让他来解决英国电力的供应行业效率低下分散的问题。最终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在隔年的1926年推出了一个叫电力供应法案，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电网的供电系统。根据这项法案，英国当时的中央电力委员会就应运而生，随后又建立了英国第一个全国范围内同步执行交流电网，统一采用了132千伏50赫兹的标准电压和频率。这种标准化不仅保证了全国各地所有人都可以用同样的电，也非常大提升电力传输的效率。到了1938年，这个电网已经作为国家系统全面投入执行了，而与此同时，电力的使用者量也迅速的增加，从1920年的75万直接飙到1938年的900万。这里我们就看到电的标准化使用它需要关键的立法干预，透过法律来强制标准化，并且建立了一个中央的机构来统一监督电网的建立。后来到了1949年，英国电力局决定升级到275千伏的线路，这个系统就是为了满足1970年预计的3万兆瓦需求。后来再到了1965年，又造了一个超级电网，部分线路升级到了400千伏，以适应不断增长的需求，并且减少损耗。好，我刚才念了一段历史的报道，那到这我们要暂停一下。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不太能听懂？为什么早期的英国电网标准没有个统一？使用不同的电压和频率会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呢？我们现在好像不管是用电脑、用洗衣机，还是给手机、耳机充电，都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啊。那插上电不就能用吗？换句话说，如果当时英国人他就是不管3721，把电一插，不符合电压要求，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直接说结果要么电压太高，电器会烧掉；要么电压太低，电器会无法启动。说到这，但是按照我们小时候问大人的那个规则，差不多也给你答案了。但别忘了，我们今天的约定是不满足于阶段性的答案，我们要一直往下追问。那我们就先来问，那为什么电压太高电器会烧掉？那为什么电压太低电器就无法启动呢？如果到这里你开始不满足于表面的答案，非要像我一样刨根问底，那我们这趟就要把电到底是什么搞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搬出3个关于电最基础的概念，一个叫电压，一个叫电流，另一个叫电阻。别害怕，这个3个东西虽然都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为了帮助你理解呢，我们可以用水流来打一个比方。等你理解之后，我们后面再慢慢了解说清楚这个电和水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先说这个电压，它的英文字母是 V 或是 U， 我们也可以类比为水压，它是推动电荷流动的力量，单位是伏特。有的时候我们说千伏，它就是1000伏特。电流呢，我们可以类比成水流的速度，它是单位时间内流过的电荷的数量，单位是安培。这个电荷数量是什么呢？你先暂时不用考虑，我后面再说。你暂时就把它想成水流量，也就是单位时间流过的水分子的数量。这个电流的英文字母是用 I 来代表。最后这个电阻，英文字母是 R， 类比水管的粗细或阻力，
它是电器内部对电流的阻碍的作用，单位是欧姆。好，这3个概念说完，我们抛一个公式，听不懂也没有关系，三者的关系是由欧姆定律决定的。那么欧姆定律当然就是由欧姆发现的啦。这公式很简单，电流 I 等于电压 B 除以电阻 R。重复一遍啦，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非常简单。你想象一下，因为电阻是分母，它越大，你可以想象成就是水管摩擦力特别大，或者说水管里有特别多的脏东西。那在同样的水压之下，阻力越大，这个水流也就是我们说的电流这个水流就越小。那这个电压呢，它是分子，同样的电阻下，电压越大，对应的电流也就越大，就是这么个道理。那对于大多数的电器来说呢，这个电阻 R 它是固定的，比如说灯泡、灯丝、电机的线圈等，这些出厂时就已经确定了，也就是等于我们常见的电器装置，电流和电压是成正比。而真正烧毁电器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好，那问题来了，为啥电流能烧毁电器呢？因为电流除了驱动我们电器正常工作，它还一定会产生热量，而它产生多少热量是由一个叫焦耳定律的物理公式决定的，当然就是焦耳发现的。焦耳定律的公式是这样的，热量 Q 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乘以时间，也就是说热量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流增大一点点，热量就会急剧的增加。而你想象灯丝或者电器内部的导线元件它们承受热量是有限的，比如说灯丝的熔点是固定的，如果热量突然增加太多，就有可能让它们融化烧坏，甚至可能引发火灾。好，那到这我们就明白电压太高为什么会烧毁电器了。再来说说为什么电压不足，有的装置就是启动不了。很多电器里面都有机械的结构，比如说洗衣机里面就有电动机，电动机的复杂原理我们不用理解总之得有一个什么东西被电流给驱动，让它转起来，对吧？而电机的核心是靠电流产生磁场，而带动转子转动，它需要足够的扭矩。你就想，你得有个足够的力气才能转动方向盘是一样的。那扭矩的大小就和电压密切的相关了。电压过低的时候，磁场会变弱，扭矩不足，转子转不过来。比如说空调、压缩机启动的时候，电压太低就会嗡嗡响，但是不转。还没完，更危险的是，当这个转子它不转的时候呢，电动机的电阻会急剧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那电阻急剧下降，就会导致电流急剧上升，导致线圈过热烧毁。你可能又问了，有的电器它不是靠电机比如我刚刚说的机上级电脑，为啥它的电压过低也不行呢？这是因为电器装置内部的晶片还有电路等等元件，它们对电压的稳定性和数值精度有严格的要求。电压不足就会迫害电路正常的传递讯号和能量供给。电子装置它不是一个装置而是靠一整套电路上各种小零件共同工作。我们可以再打个比方电路就像一个精密的流水线，每个元件比如说晶片、电容、电阻都像流水线上功能，它们必须都在特定的电压条件下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电压不够，整个水流就会停止。像电脑、手机、路由器等等电子装置，它们的内部最核心的部件就是晶片，比如说 CPU 的显示卡、记忆体，这些都是晶片。而晶片的工作依赖于半导体开关的通和断，你可以理解为无数个极其小的电子阀门，这些阀门的开关状态决定了资料和计算资料传递。比如说开代表1，关代表0，这就构成了一个二进位制的资讯嘛。这些电子开门就像一扇一扇的门，它们要足够电压推力才能被开启，而装置里所有计算都依赖于稳定的0和1个传输了。这些二进制的资讯，这些电子开门的开关需要精确电压驱动。比如说常见的电脑 CPU 工作电压可能只有 1.2 伏左右，而我们的电源一般是220伏的，它不能直接给 CPU 充电，得用一个变压器，就是我们电脑电源上那个黑色家伙。所以咱们先压一个伏笔，变压器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把220伏的电压变成电器能用的低点，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如果你好奇的话，得听到后面。我们还有2个重要的原理，搞懂才知道变压器的原理。
我们晚一点再回来。先说电器为什么要稳定的电压，晶片是这样工作，当电压正常工作的时候，比如输入220伏的市电，经过转换稳定输出的19伏给吸上电脑，再分给各个部件。比如说一块晶片需要 1.2 伏，这个电压的推力刚好让阀门顺利的开关又不会骚扰它的0和1的讯号清晰的传递，这个晶片就能正常计算。而电压不足时，电源的模组可能就会转换失败，没有办法输出稳定的电压。比如说原本应该输出19伏，结果只输出了12伏，那这个晶片就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再分给里面的小阀门，而每一个小阀门的推力都不够，阀门可能打不开，或者是开关彻底的成了一个混乱的状态，那里面所有传输的讯号就是错乱的，本来是001，结果就输成了000，电脑在宏观上表现会变成无法开机或者黑屏之类的。好，到这你知道，本质上所有电器都是电压的产物，无论机械运动还是电子讯号，都需要电压提供的能量或者是驱动力，而且这些驱动力必须在装置的设计范围内，太高太低都会被打破平衡。这也是为什么电子装置上的电源界面卡，就是那个大黑色的家伙上，都会标注电压的范围，比如100到20、240伏，超出范围可能就无法工作，甚至会损坏。好，那说到这里，你好像理解电压为什么要稳定，那我顺便再补充一个知识给你。你看咱们买手机需要买快充，对吧？不过光是手机快充还不行，你还得买个快充头，久而久之你家里的充电头可能都是快充。那你有没有发现，快充头给不支援快充的手机也是能充电的，它只是不快而已。而你偶尔买一个很老的小东西，比如说老款的刮胡刀、小夜灯之类的，你把它们插在这个快充头上是充不进去电，甚至还可能会发烫。这时候你去问卖家，卖家就会说你换个普通的充电头就好。你看多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考虑装置是不是支援快充，可是对于少数的装置我们反倒是很不习惯，那大不了就不能快充，你充慢一点，那咋还不能充呢？那这里所谓的快充本质上就是透过提高电压或者电流，让装置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电能。但这对电器来说是一把双刃刀，需要装置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这个抗压能力就是指抗电压。而很多电器具备这样的设计，你要知道，快充不是简单的加大电压电流就完了，而是需要充电器和装置之间的协议沟通。比如说手机快充的时候，充电器会先和手机商量一下，我们这边提高电压，你能接得住吗？手机同意后才会启动快充。支援快充的装置内部是有专门的快充晶片的，它能识别这个快充协议，同时有更耐高功率的元件，比如说加粗的导线、散热更好的电池等等，这样它就可以安全的处理大电流和高电压。手机灯的快充装置的电池也是特制的，比如说用更高密度的电极材料，加入散热层等等，这样一系列设计就会配合充电电路控制电流大小，这样我们才能在安全的范围内把电压提上去。而不支援快充的装置，比如说老的手机，它们的内部的电路是按照低功率标准设计的，它们没有这个快充协议的晶片，也没有强化散热的耐流的元件。如果你强制用高功率的快充头，可能会导致电路的过载元件烧毁。那为什么有老款手机，它虽然不支援快充，但是它就是可以用快充充电呢？只是充得慢一点。那这功劳不在于手机，核心的原因是快充头它会自动的妥协，降到老手机能接受的标准速度，而不是强行的输入高功率。这背后是充电器电路的相容性设计在起作用。快充头不是只能输入高电压和大电容，它本质是一个多岗位的电源。它会先按照最安全的通用标准输出电力。所有的充电器都循环着一个最基础的协议，就是预设输出5伏的电压。比如说你的快充头支援10伏 4A 的快充，但是插在老手机的时候，他们会先试探一下，对方不支援快充协议，那我就按照最基础的5伏输出，于是就可以安全充电。这个本质上是因为老手机是老产品，快充头是新产品，但是新产品为了相容老产品做出这样的一个聪明的设计。而支援快充的手机会透过内部晶片向充电器来传送讯号，我们只有某某快充协议可以接受到多大的电压，充电器才收到讯号之后才会切换为那个高功率的档位。
所以你看，快充头它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相当于一个既能出了高压电也能输了普通电压的电。这样一个充电装置，只要我们的装置不发出允许高功率的讯号，它就始终输出最安全的5伏的低压。那你可能就要问，那为什么有个小电器用快充头就完全充不进去呢？核心原因在于这个快充头的妥协是有前提的，需要装置先告诉我们需要电，而某些的小电器甚至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最简单的沟通。普通的充电器就是那种非快充的充电器，它的设计很简单，只要插上装置就能直接输出5伏的电压，不管装置是什么。但是快充头它为了安全增加了一个检测的机制，它会先发出一个微小的探测讯号，比如说只有几毫安的电流，只有当装置回应这个讯号，比如说在装置内部电路形成一个回路，让电流能流起来，快充头才会确认有装置接入，然后输出最低的那个5伏的电压。而有的小电器，比如说很老的低端的蓝牙耳机、廉价电子玩具、旧款的电子表，那种充电仓等等，它们电路就非常的简单，甚至没有启用回路的设计，那充电头就没有收到这样的回应，它就会认为我没有接装置，所以它就会处于这个休眠的状态，不输出任何电压，那当然也就充不进去电了。我把整个故事讲给你听，就是希望你知道，我们今天人无法敢用电，其实背后都是标准的约定和隐形的设计在帮我们兜底，这背后其实是有长期的博弈和妥协的结果。那么聊到这，你应该对于为什么当时英国电压标准不统一，甚至搬家需要重新买电器了解了。但可能你忘了，我们前面还说电网除了电压要统一，还有一个频率的东西也要统一。那这个频率又是什么呢？频率这个物理量不是电专属的，但很好理解，就是任何周期性现象重复发生的速率。频率的单位是赫兹，一个钟每摆动一次，那频率就是1赫兹。那电的频率是什么呢？比如说中国的家用交流电频率是50赫兹，意味着电流方向每秒变化54。这个电流为啥会改变方向呢？这就是我们要聊直流电和交流电。我们日常使用的装置只要是电池的，就都是直流电。家里的那种插座电源就是交流电，国家电网里传输的也是交流电。要搞清楚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区别，我们还要从2个大牛一段相爱相杀的故事说起。话说在1879年，大名鼎鼎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实际上严谨一点说，在他之前还有很多人独立发明电灯，但是没有什么建设性。那这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只有爱迪生想到，光是电灯是没有用的，要让电灯普及千家万户，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电力传输系统。于是1882年，他在纽约建立了世界首个商业发电厂，叫做珍珠街电站。这个珍珠街电站透过直流电为周边街区供电。直流电其实是我们能想象最符合实际的电流。我们想说就是电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如果你不多了解的话，想象中应该所有的电都是这样，对吧？那当然，爱迪生也是这样想。而且在他看来，主要用电池的直流电它更安全。不过直流电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传输距离特别的短，超过1公里后，电能损耗就会变得相当严重。这就意味着每个街区都要单独建了一个发电厂，而不能在一个地方建一个大的发电厂，还要把电运到全国，这个成本就特别高。接着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第2位尼古拉特斯拉，就是现在我们特斯拉汽车自建的那个特斯拉。他是塞尔维亚裔的一个科学家，从小的时候就对电非常的痴迷。爱迪生也是他的偶像，但是对特斯拉和爱迪生完全不是一样的度数。爱迪生他是个发明家，也是个实干家，但其实他不怎么懂理论，主要就是靠一个蛮靠的勤奋，就是暴力穷举法，不停的试。发明电灯的过程中，他试了大概7000多种灯饰的材料，但他就是不从理论上去研究，什么有灯丝寿命更长。而特斯拉他是一个理论家，他喜欢根本原理上研究物理现象。他发现直流电这个缺陷之后，就提出了交流电。所谓交流电就是电流的方向周期性的变化，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交流电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用变压器提高电压，而远距离传输高压电的损耗会变少，这样传输到每个家庭，再用变压器把电压降成低电压，再电成低压电，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电力传输的问题了。
1884年，特斯拉带着交流电专利和构想来到了美国，一到就直接投奔了偶像爱迪生。爱迪生当时正为直流电的传输问题头疼，于是就雇佣了特斯拉，还给他许下一个承诺：如果你能改进直流发电机，直接奖励5万美元。那这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50万美元呢。特斯拉入职后很快就改进了直流发电机，但是当他和爱迪生索要奖金的时候，爱迪生却说：哎呀，特斯拉，你不懂美式幽默，我那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啦。更关键的是，特斯拉多次建议爱迪生不要再搞直流电，要转向交流电，却被固执爱迪生拒绝。他认为交流电危险不可控，而且会直接威胁自己的直流电帝国。那至此，两人的矛盾点就彻底爆发了。爱迪生推崇经验主义，透过试错搞发明，而特斯拉奉行理论先行，用数学来推导设计。爱迪生视交流电为敌人，特斯拉则坚信它是未来。于是在1885年，特斯拉愤而离职，两个人从师徒变成了对手。离职之后，特斯拉一度是穷困潦倒，直到1887年遇到一个美国企业家叫乔治·威斯汀豪斯。这个乔治当时已经是爱迪生的商业对手了，他也知道交流电的潜力，马上就买下了特斯拉的交流电专利，并且邀请他一度开发交流电的系统。又过了几年，特斯拉发明了感应电动机，解决了交流电的应用难题。这个交流电的核心装置，我们大概说一下，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旋转的磁场拽着转子转，主要产生旋转的磁场。电流的方向必须是周期性变化的，而它相比直流电动机就很多缺点，比如说容易出故障，摩擦力带来的磨损情况也是很严重，成本又更高。到1891年，他们成功实现16公里的交流电传输，这是彻底找到一个交流电比直流电的更大优势。那接下来就是一段不怎么光彩的商业竞争了。面对交流电的威胁，爱迪生启动疯狂的反交流电攻关战，堪称是不择手段。比如说，他公开演示交流电的危险性，用交流电电死流浪狗、流浪猫，甚至在1890年纵容纽约州通了交流电的电影来执行死刑。这样概念上大概就是把交流电和死刑联系在一起。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政府和企业拒绝使用交流电，甚至威胁供应商说：你要是和威斯汀豪斯合作，我就断你直流电的装置供应。爱迪生之所以这么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已经有了直流电的基础设施和专利，投上了巨额的资金，所以这场战争的本质是市场份额和控制权。但是这些竞争手段，聪明来说还只是剑走偏锋，真到了商业竞争里，还是得看成本和效率。1893年，美国举办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打算展示一个叫做未来电力的概念，同年还招标建设尼加拉大瀑布水电站，这个是当时最大的电力专案。爱迪生的团队竞标时当然是坚持用直流电的，他还声称交流电不稳定，但是按照他的方案，复渡到水牛需要建10座发电厂，这个成本就是交流电的10倍。而特斯拉的团队则提出用交流电的方案，承诺只要建一个电厂就能一次输电到位，成本非常低。那不用说了，最终博览会和尼加拉大专案都选择了交流电。在整个博览会上，特斯拉交流电系统点亮了数万盏电灯，惊艳了世界。后来1892年，尼加拉水电站建成，交流电成功传输了35公里，彻底证明了它巨大的优越性。在这些专案之后，交流电迅速取代了直流电，成为了全球电力传输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它解决了远距离的低成本输电的核心需求，也就支撑了现在电网的产生。之后，爱迪生直流电帝国逐渐崩塌，他的公司后来还跟对手并成，为了通用电气，最终也放弃了直流电，转向了交流电。好，我们刚才又讲了一段故事，听故事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感觉好奇呢？为啥呢？为啥交流电的运输成本就是比直流电低那么多呢？我们又要进入一个科普的一个阶段。真正影响电力传输距离的，其实不是直流或交流的区别，而是电压大小的区别。我们说送电，实际上传送的东西就是能量。你知道能量的传输大多数情况都是会损耗的，比如我和你两个人站在路中央，我从这头往你那头推出去一辆小车，因为路面的摩擦力，这个小车到你那的时候，它携带能量肯定比我推出去的时候低了，对吧？电能在传输的过程中也会损耗，这个损耗主要就来自于电线，准确来说是来自于电线会发热。这个损耗的多少也有一个公式 ，Q 等于 I 的平方乘以 R 乘以 T， 这个公式我们前面讲过，和电器发热用的是一个公式 ，Q 在这里就是损耗的能量 ，L
I 是电流 ，R 是电阻 ，T 是时间，也就是只要导线和材质和长度是固定的，电阻就是固定的。那么影响单位时间内能量损耗是唯一的变数，就是这个电流越大，损耗越大，所以我们就要用更低的电流来送电。而发电厂供应的能量，也就是发电的总功率，它是不变的。比如说一个发电站每小时发电1000度，而功率、电压、电流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功率 R， 功率 P 等于 U 乘以 I， 这个 U 是电压 ，L 是电流。在这我们说公式说得很快，其实你完全不用记这些公式，你只要听我们讲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在刚才这个公式里面，当功率 P 不变的时候，电压 U 越高，电流 I 就越小。比如说 P 等于1000瓦的时候，222伏的电压，它对应的电就是 4.5 安。如果我们把电压升到11000伏，电流就只有大概 0.09 安了。根据损耗的公式 ，Q 等于 I 的平方乘以 R 乘以 T， 这个电流变小，传输电的过程中，热损耗就会急剧的减少。如果你还是不太理解的话，我们再来打个比方，我们假设你要把1000吨的货物从北京运到上海，低压输电相当于用1000辆小汽车，每辆只运1吨，那路上的有收费站、有油费、堵车损耗等等就会非常的大。而高压输电相当于一辆火车来运输所有1000吨的货物，那么同样的路程，火车损耗就是1000辆，小汽车要小得多，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远距离输电必须用高压电，甚至超高压、特高压的核心的原因。好，那为什么交流电就能用高压，而直流电不行？前面我们说，当电压高过于电器所能承受的电压时，电器就会损坏，所以这里就要有关键的装置，它就是变压器。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你一听就懂。它有2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叫原线圈，它是代表变压之前的那个线圈；第二部分叫副线圈，它就是变压之后的线圈。这2个线圈都绕在一个铁芯上。这里的关键就是2个线圈没有直接连在一起，它们直接靠铁芯来传递磁场。变压器工作的过程，让磁场当做一个信使来发现电压的转换。当原线圈接通电源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磁场。如果这个电是来回忆变化的，那就会产生变化的磁场。而这个磁场透过铁芯就传到了副线圈的周围，而副线圈处在变化的磁场中会感应出变化的电。感应出来的电压大小和2个线圈的杂数，就是这个圈数是有关系的。电压的变化正比于线圈的圈数。比如说原线圈有1000闸接220伏的电，副线圈是磁闸，那么副线圈输出的电压就是220乘以10乘以1000，就等于了 2.2 伏，这样就实现了减压。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原理，如果副线圈的闸数更多，比如说2000闸，那输出电压就变成40伏，这样就是升压了。好，谜底揭晓，我们为什么必须用交流电呢？因为只有变化磁场才能让副线圈感应出电流。如果是直流电，磁场是稳定的，那就是没有变化，那副线圈就不会产生电流。只有交流电才能用变压器，只有变压器才能把低压变成高压传输。到了我们家后，再用变压器降压供我们使用，这样才能实现远距离电力的传输。这个电场和磁场变化的频率就是交流电的频率。那说到这，你也能理解爱迪生对特斯拉发动的攻击。它本质上攻击的不是交流电危险，而是交流电升压变成高电压。那这个高压电是危险的，而直流电都没有办法透过变压器升级，那当然更安全。所以这点上爱迪生并没有撒谎。不过也正是因为它只能低压传输，所以在远距离的情况下，只能是隔一段路就建一座新的发电站，它成本当然是比交流电高很多了。好，那问题又来了，变化的电场会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又会产生变化的电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别急，它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会再说。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在你想象中，电从发电厂到我们手机里这个传送的过程，它传送的到底是什么呢？思考一下，你会不会想象大概就是电流到这电子的流动吧？那要是一动的电子束从发电厂到了我们身边，对吧？那就有问题了。刚才我们说交流电它是来回变化方向的，那交流电应该是在原地来回摆动。一个来回摆动的东西怎么可能是远距离传输呢？它好像是一辆车，先往前开5米，再往后倒5米，如此往复，那猴年马月也开不出这多远，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的答案，电它确实来自于电子的运动，但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混淆电子运动和电能的传输。不管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导线里的电子其实运动的速度很慢，在直流电里，电子的定向运动速度大概只能有每秒几毫米，交流电里的电子每秒大概左右摆动50次，但是每次摆动的距离也只有几微米，几乎是等于留在原地。但这不影响电能的传输，因为电能的传输靠的是电场的推动，不是电子自己跑到目的地。我们知道电线是金属，金属一大特点就是它内部有大量可以移动的自由移动的电子。那当电线两端加上电压，就会在导体内部形成一个电场，导线里的电子就这个电场力推动，这种力传递就是接近光速的，所以电能可以瞬间传到远方，和电子本身的运动距离没有关系。你可以想象像个糯骨牌，你推倒最左边的骨牌，左边的骨牌倒下碰到右边，右边再倒下碰到更右边的，这个倒下动作也就是能量，会沿着骨牌一直传到最右边。哪怕每个骨牌它只动了一点，但重点不在于每个骨牌运动了多少，而是骨牌倒下的能量能被传递到远处。所以说到这你就知道，电线奔跑中的不是电子，而是电子运动的能量。电流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本质上都是电子携带能量的流动。在导体里面外层的电子可以从一个原子跳到另一个原子，就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一般的运动。好，到这里我们暂停一下，我们翻盘一下，我们复盘一下，我们从家里的电器顺着电线一路向上追，同时也顺着人类探索的时间不停的往回追溯，似乎只摸到一点点电的本质。你觉得有问题吗？有啊，当然有。我们还要顺着电线一路追踪电的源头，也就是发电机，还要时间追溯到人类掌握和理解电的源头。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在往上本质里挖呀挖，电这个东西它的本质上是什么？让我们看看人类是怎么走到发电机这一步。其实说来真的很怪，人类对电力的掌握比对火或风等等自然现象晚了很多年。我的掌握可以追溯到40万年前，而人类对电力的理解和控制则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才发生的事。这中间似乎相差整个人类的物种历史那么久，为啥呢？因为火和风它是宏观的，可以直接观察力量，人类可以透过热、光和运动等等，对它们驾驭要容易得多。而电压就根本不是一个能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你可能会说，闪电不是能直接看见吗？这其实不对，我们看见闪电其实是放电效应的副产品。巨大电流透过空气里加热了周围的气体，让空气中的分子变成了带电的粒子，并且在激发态和基态之间跃跃。总之，这个过程就会释放出大量能量，其中就包括可见光。简单来说，闪电是电流击穿空气的时候，空气被烧得发光。我们看到空气燃烧的过程，而不是电流本身。对，你在任何游戏和影视作品中看到那些电流，本质上都是艺术加工。我们用任何方式都不能看见电，我们感知电的流的方式永远都是间接，比如说发光、发热、磁效应等等。我们看不见电，就像看不见引力一样。人类最早接触的电是自然界里面的静电现象，大概在公元前600年前左右。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就发现，用毛皮摩擦过的琥珀能吸引羽毛，这是人类第一次记录摩擦起电现象。此后的2000多年，人类对电的认知就一直停滞在对静电的现象和零散观察上，直到18世纪才进入了系统性的研究。1733年，法国有一个科学家叫杜费，他发现了存在正负两种电荷，提出了同性相斥、异性相斥的规律。又过了20年的1752年，伟大富兰克林透过著名的风筝实验，证明了雷电和摩擦产生的静电它们同一种物质。你要知道，人类在此之前不认为闪电和摩擦起电是同一种东西，也直到这一年，人类第一次理解自然界里的雷电，它大概是什么东西。静电虽然可以被观察，但是很快就会消散，也难以持续利用。人类真正使用电关键突破是实现对持续电流的控制。1800年，意大利科学家叫做福达，他透过实验发现有2种不同的金属，比如说铜或锌，接触盐水或者香液的时候，在里面就会产生持续的电流。他把芯片和铜片交替的堆叠，中间用经过碱水的布隔开，于是就制成人类第一个能稳定产生电流的装置，叫做福达电堆。这个东西就是电池的原型。尽管人们当时对电流本质，也就是电池的运动是一无所知的，但是科学家们很快就透过各种实验发现了电流各种效应，并且加以利用。而就在这个时候，人类突然发现电和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似乎有种深刻的联络，那个东西叫磁。即便是一个现代人，如果他不了解科学历史，你给他一块电池，再给他一块磁铁，他都很难想象这2个东西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络呢？
这个联络发现真的是来自于偶然。在1820年，一个叫奥斯特的人偶然在他上课的时候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他本来是给学生演示电池的制作，他接通了电池的2极，结果发现路上有一根磁针，他莫名其妙发生了偏转。奥斯特没有放过这个偶然，随即几个月他进一步探究，发现运动的电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电流，它会让导线产生磁力，这磁力会让时针沿着以导线为中心圆形切线方向偏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讯息，就传遍了整个欧洲，又穿过英吉利海峡，运动的电荷可以产生磁力。人们不禁就想，那电和磁之间还有其他联络吗？磁铁是不是也能反过来作用于电呢？到了1831年，科学家法拉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他接通缠绕着铁棒的线圈，让铁棒磁化。在这一瞬间，他发现另一条绕着同一条铁棒的线圈中有电流通过。问题就在于，简单的把导线放在磁铁旁边，没有办法让在导线中产生电流，可是电池出现了消失过程，导线就会产生负电流。接下来，法拉第让磁铁在导线周围移动，同样的效应又一次出现了。当磁铁接近或偏离导线的时间后，导线里就有电流透过，和电荷的移动产生磁力一样，磁铁的移动或是磁场强度的变化也能产生电流。就在这一刻，人类终于想起来怎么发电。我们可以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如果在水车上的叶片附上线圈，再把水车放到一个大磁场里，那么当水车旋转时候，透过线圈的磁场数量就会发生改变，从而产生持续的电流。虽然在那时候发电机进化越来越复杂，我们有了火电站、水电站和核电站，但本质上就是用法拉第的发现，也就是著名的电磁感应原理。法拉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发现，他透过电解实验发现，电解的时候得出的物质质量和透过的电量成正比，这里就暗示电荷可能也是以粒子的形式存在，也就是每一个粒子携带固定的电量，以此为开端。英国的物理学家瑟夫·汤姆逊发现了一种带负电的电子流，他经过计算得出，这种粒子的质量仅仅为氢原子的1836分之一，电荷量与电解中氢离子的电量是相等。汤姆逊给这种粒子起的名字就是电子。随后，人类在粒子物理学这条路上突飞猛进，不带电的中子和带正电的质子被发现，电子携带的电量也被计算出来。原子的模型直到今天也在被沿用，也就是正电荷集中于原子核，负电荷由原核外的电子携带，两者共同构成了电中性的原子。当电子离开一个原子发生移动和牵跃时，就产生了电现象。当电荷在导线中定向移动的时候，也就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电流。还有一个分叉的故事非常重要，不得不提。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的那一年，有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就刚好出生，他就是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但几十年后，麦克斯韦透过自己的数学天赋来重新描述了和理解法拉第的各种发现。他用严格的公式描述了电磁感应的现象，用数学计算之后，麦克斯韦进一步发现磁场的变化能产生出电场，而电场的变化应该也能产生出磁场。从此，科学原理上，电和磁变得不可分离。我们再也不能抛开磁力和电力。这还没完，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思想实验：上下抖动一个带电的小物体会发生什么呢？它的周围带有电场。当你移动一个电荷时，根据麦克斯韦的理论，电场的变化会产生磁场。当这个电荷反向运动的时候，磁场的反向也会发生偏转。而一旦磁场变化，就产生新的电场。我们不断上下的抖动这个电荷，电场的方向不断改变，电场感应出磁场，磁场的方向也不断改变，于是我们就有了新的感应电场。如此往复，抖动着电荷不断在它左右产生新的电场和磁场。这样的电场和磁场不断的衍生出向外传播，形成了一种电磁的扰动。这一切都是循着麦克斯韦电磁学方程。既然有电磁的扰动，就会形成波，那自然它就叫电磁波了。麦克斯韦根据公式就计算出了这个电磁波向外传输的速度。由于这个传输的速度和你上下摆动的这个电荷的速度是没有关系的，就像前面我们电能在电线里传输的速度，而电子在里面摆动的速度也是没有关系的。当麦克斯韦把实验资料带入公式后，他得到一个吃惊的数字：电磁波的传播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1862年，麦克斯韦记下他第一次推出电磁波传播速度时的感受。他说，这一切的巧合让我们难以回避下面的推断。我们熟悉的光与同电磁中引起电磁现象的横波具有一致性。
换一句大白话来说吧，光就是电磁波为什么会有光这个问题就困扰我们人类2000年，而正是拜克斯韦在文中的这句话，使得难题最终尘埃落定。电磁光，这3种在我们日常理解中完全不同的3种东西，原来它们是一回事，这真的很神奇。又是我们知道光速不变，它并不是测出来，而是算出来的。光速到底为什么不变？那回到我们主题，我们顺着人类研究电的历史，逐步搞清楚了电的本质，也就走到了利用磁场运动来发电的这样一个节点。那往后故事你都知道，我们再来复盘一下，爱迪生利用发电机的原理发明了一套供电系统，特斯拉透过交流电和变压器解决电力远距离传输的难题，人类又透过一系列的立法措施统一了电网的电压频率，无数的电器制造商都透过很多精妙设计，才有今天我们随便拿起一个插头插进家里的电源，就可以随意的使用现代的生活。电就这样被人类征服，同时也争起了整个人类的现代文明。直到今天，运营一整套电网也是一件难度极高的超级工程。当你知道电的本质，就知道它和水是完全不一样。电必须在电路中流动才能存在，不存在静止的电。也就是说，水可以存在在水库里，大家慢慢取用，而电是必须即发即用的。整个电力系统的核心目标就是保持发电量就等于用电量，发电量就跟不上就会停电，发电量太多就会浪费，这是烧毁整个电网。所以国家电网需要预测全国的用电量，要规划火电、水电、风电、光伏等电源的布局和容量。国家电网的各级调度中心要透过实时的监测系统，以秒为单位采集全网的发电量、用电量、频率、电压等等资料，不停的在实时调控。你想象一下就知道这件事有多难。如果短期内出现发电量大于用电量，那就用各种蓄电站来临时蓄电，比如说抽水蓄电站，就是当电力过剩时，用电动机来带动水垒，把下游的水抽上上游的水库储存。冬天高峰时，再放水推动水轮机发电，把电能返还给电网。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有相当大的损耗的，所以让整个发电系统尽可能的一直保持发电量等于用电量。这件事情虽然极难，但也是必须要做。现在你还知道，电的传输速度几乎等于光速，电不是一点点产生，要慢慢运到你家的，它和煤、矿和水都不一样。新疆到河南郑州这么远的距离，它们之间的特高压输电线路长达2210公里，而电力的传输只需要 0.007 秒，这其实比你开启电源到电视荧幕亮起所花掉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想象一下，整张复杂国家电网就是24小时不间断，以接近光的速率不停的运转。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每毫秒都在这样一个复杂庞大又极其高效的网络支撑着。想到这里，你会不会为我们人类科技和文明起立鼓掌呢？